心灵暖流，鬼谷子钓语术：如何让别人说出内心的秘密？人际沟通是人类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然而，有时对话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秘密和情感。在这个充满复杂性的世界里，我们将一同探索鬼谷子的钓语术，一种能够引导他人吐露内心真实的技巧。在这个充满奥秘的主题中，我们将深入了解这种古老智慧背后的核心原理，以及如何运用它来解读他人的言语和情感。请记得帮忙订阅、按赞及分享，并留下您的宝贵意见，让我们可以持续创作及分享更精彩有内涵的文章。谢谢。1. 钓语术的魅力与核心概念。鬼谷子，一位古代智者，不仅是军事家，也是心理学家。他所创造的钓语术，蕴含住引导他人开口说出内心真相的智慧。这不仅仅是一种沟通技巧，更是一种洞悉人心的能力。钓语术就如同一条细致的鱼线，能够轻巧地拨动对方的内心，揭示出真正的想法和情感。鬼谷子反应篇曰：其钓语何事？的人识也。其由张网而取兽也，多张其会而思之。道合其事，彼自出之，此钓人之网也。得鱼在于投饵，得语在于发问。投饵则鱼来，发问则语应，故为钓语。鬼谷子认为，像钓鱼投诱饵一样，用言语诱导对方。如果你说的符合事理，就可以让对方有所回应，从而得到对方的实际情况。这就像设了一个网去抓野兽，只要你在野兽出没的地方多张网刺查守候，就一定能抓到。一旦引导方法得当，对方会自己吐露真相。这种语言诱导也是一种钓人之网。钓语术，正如其名，是一种能够钓出对方内心真实想法的技巧。这种技巧的核心在于引导对话，以非威胁性的方式让对方主动敞开心扉，吐露真情。这不仅需要灵活运用语言，还需要细腻的观察力和洞察力，从对方的言语和非语言暗示中找出线索，揭示其内心真实想法。2. 钓语术的4大步骤，如何引导对话。在人际交往中，我们常常想要了解对方的真实想法和情感，尤其是当我们感觉对方可能隐瞒了一些事实时。而鬼谷子的钓语术恰恰是一种可以助你洞悉人心、引导对话的精湛技巧。它由4个关键步骤组成，使你能够在对话中轻松地获取有价值的信息。第1步，启发性话语。这是钓语术的开端。你需要以一种启发性的问题或话语引起对方的兴趣和思考。这个步骤的目的是让对方开口说话，让对话开展起来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想了解对方对于某个计划的看法，你可以用一句问题开场：你有没有想过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呢？这样的问题会引起对方的思考，使他们有动力表达自己的看法。第2步，试探性话语。一旦对话开展，你可以巧妙地插入一些试探性问题，以便让对方在不知不觉中透露更多信息。这种问题通常与你关心的主题相关，但同时也有一定的模糊性，让对方有足够的空间进行回答。例如，如果你想知道对方是否对某人有特殊感情，你可以这样问：最近我注意到你们的互动变多了，是有什么共同的话题吗？这样的问题既不直接询问，又能引导对方进行深入的回应。第3步，共情性话语。在对话中，展现出你的共鸣和理解，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关心和信任。
这种共情性的话语能够让对方放下心防，更愿意分享内心的真实感受。例如，如果对方提到他最近感到压力很大，你可以说：我理解，每个人都会在某些时候面临压力，你愿意跟我分享一下你当前的感受吗？这样的话语能够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关切，鼓励他们表达情感。第4步，验证和对策，这是整个调语术的最后一步，同时也是最关键的一步。在对话中，你需要不断地验证对方的回答，确保你得到的信息是准确无误的。同时，你也要根据对方的回应制定对策，达到自己的目的。这需要你细心观察对方的言语和行为，从中找到合适的驾驭对策。举例来说，如果你想知道同事是否对你的提案持有反对意见，你可以通过不断引导对话，逐渐确定对方的态度，并相应地调整你的策略。调语术不仅仅是一种技巧，更是一种艺术。通过这4大步骤，你可以在人际交往中更加灵活地引导对话，洞悉他人的内心，获取有价值的信息。然而同时也要谨记，这种技巧应该以诚实和尊重为前提，用于建设性的目的，而不是欺骗或操控。通过调语术，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人性，建立真诚的人际关系，以更聪明的方式与世界互动。3. 调语术的应用。调语术并非只是一门理论，更是一种能够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技巧。这种技巧可以在各个领域中找到应用，从商业谈判到个人关系，都可以透过调语术来达到更深入的交流和了解。想象一下，在商业谈判中，你运用调语术来与合作伙伴进行沟通。你可以使用启发性的问题，引导对方开口，从而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想法。通过灵活运用象比之术，你可以用具体的例子或情境来比较不同的选择，让对方更容易理解和表达他们的意见。透过多次交叉验证和多种方式的对话，你可以确保你获得的信息是准确和全面的。最后，你可以根据对方的言语和情感相与比，制定对应的策略，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。在人际关系中，调语术也同样有着强大的作用。与家人、朋友或伴侣之间的沟通往往充满着情感和复杂性。透过调语术，你可以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情感和想法，从而建立更加深刻的连结。例如，当你的朋友对某事感到困惑时，你可以运用调语术的步骤，帮助他们找到内心的答案，同时也加深了你们之间的信任和理解。而在心理辅导领域，调语术更是一项宝贵的工具。心理辅导师可以运用调语术来引导受访者开放心扉，表达内心的困惑和情感。透过引导性问题和象比之术，心理辅导师能够帮助受访者更深入地理解自己的想法，找到解决困难的方法。同时，这也让受访者感受到被理解和支持，从而提升心理辅导的效果。总之，调语术不仅是一种理论，更是一门实用的技巧，能够在各个层面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人，从而实现更深入的交流和连结。透过运用调语术的4大步骤，我们可以让对方更自然地开口，表达内心的真实，同时也更好地掌握对话的主导权。在现代社会，这种能力尤其重要，它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看透虚伪和谎言，同时也能够加深我们与他人的互动。在这个充满变数的社会中，我们常常需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和情感。鬼谷子的调语术提供了一个独特且有效的方法，
让我们在与亲戚交往时能够更加警觉，更加机智地应对。不同于表面的友好，我们应该努力去了解人们的内心动机，以确保我们的关系建立在真诚和尊重的基础上。然而，我们在运用这些技巧时，也应保持一颗平和的心，不要过度怀疑他人或陷入猜忌之中。钓语术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，而非创造更多的矛盾。在运用钓语术时，我们应该谨记住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，以及维持家庭和睦。谢谢观看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影片通知。